这支影片我们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台湾叫台湾？很多人可能觉得这问题连问的价值都没有，更何况做一支影片来探讨这个问题了。但如果你对于台湾这个名字蕴含什么样的价值感兴趣的话，那你应该留下来。这部影片将从历史和地图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名称的由来与意义。为了解决为什么台湾叫台湾这个大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小问题着手去解答。问题1：在这座岛被叫做台湾岛以前，还有哪些其他称呼？《后汉书》以及《三国志》中皆曾记录到，大陆东南外海有一岛，称作宜州。据此，现代官方的历史解释声称，宜州指的就是台湾。然而，事实上，这个解释并没有太多史料依据，因为根据原文，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宜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台湾岛。毕竟，大陆东南沿海有太多岛屿了。往后到了隋代，也曾记录隋帝国出兵征伐大陆东南外海的一座岛，该岛叫做琉球国。同样的，今天也没有明确的史料能够证明隋时的琉球国指的就是今天的台湾岛。但是我不否认所谓的宜州和琉球有可能包含台湾岛。我不搞政治，也不知道怎么搞政治，我只知道就严格的历史研究而言，学者大部分能够同意，当时所谓的宜州和琉球应该泛指整个现在中国东海的群岛，其中东海群岛有2个最大的岛，就是如今的冲绳群岛和台湾岛。这个粗略的称呼源自于15世纪以前中国的中原政权对于外海岛屿的一种想象，他们隐隐然意识到了，在东海有一大群小岛，有一些小岛上又有独立的政治组织，而且他们的文化也非常不同于大陆文化。但是那些岛实际上是什么，在哪里，却又说不太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你可能会质疑我，你又凭什么说当时的大陆政权其实不清楚呢？你有什么史料依据吗？看官啦，有的，我有证据。我的证据就在于当时中国地图对于东海群岛的描绘，完全可以说是错误百出。这一幅地图来自北宋年间，大约11世纪出版的一部地图集，叫做《历代地理执掌图》，是中文世界现存最早的地图集。我们来看看这部作品是怎么描述东海群岛的。首先，因为这是宋代的地图，宋帝国的版图不包含今天的北京。今天的北京被称为辽南京，是契丹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份地图上，你是找不到北京的。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中央有个东京，这便是当时宋帝国的首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我们继续将视野往南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福建路。虽然行政划分稍微有些不同，但大体来说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如果要到台湾，从福建的泉州、漳州最快。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部分的汉人都是漳泉的闽南移民。我们也能注意到，这份地图在泉漳外海标注了2座岛，一个叫都婆，一个叫三佛齐。但这2个地方是台湾吗？显然不是。所谓的都婆和三佛齐，在传统中文文献中指的是今天在印尼的苏门答腊群岛上的2个小王国。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份地图要把远在印尼的2个地方标注在大陆东南外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这份地图就是怎么标注其他的海岛的。我们继续往地图的上方看一看，可以发现日本居然被标注在今天江苏省的外海。然后在它的东北方居然又有一个地方叫做倭奴。中国不同时期对于日本政权有不同的称呼，显然倭奴和日本指的都是今天的日本群岛，但很可能这2处是日本岛上不同的政权。然而这份地图却没意识到这2处其实实际上在一个岛上，反而分为2个不同的地方。这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呢？制作这地图的人可能真以为都婆、三佛齐再到日本、倭奴等地，真的在东海的地理空间上是如此分布的。那我们只能说这是北宋地图师的地理情报有误。但更有可能的是，北宋地图师一方面的确知道海外有这些地方的存在，但落实到实际的地理空间时，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于是乎，他们就在地图上胡乱标记了这几处的位置。反正就当时中原政权的眼光来看，这些岛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所以当时的台湾岛在哪里，大概率来说，对中原王朝来说也不是太重要，更不用说如何命名的问题了。但在这里，我要请观众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份地图的另一处海岛，那就是琉球。因为琉球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元明2代，成了台湾岛的名字。这就来到我们的问题2：台湾为什么又被称为琉球呢？
众所周知的是，今天的冲绳曾经有一个王国被称为琉球王国，所以现代人可能会以为自古以来琉球这个名字指的就是冲绳群岛，但其实不然。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琉球，其实应该被写作琉球，是在隋代，也就是7世纪左右。所谓的琉球其实是象形，是在形容那座岛的样子。琉是漂浮的意思，球则是有角的幼龙。古代中国人形容这个岛，形状像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幼龙一样。但我们可以很快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命名法有很高的几率不是当地人自称的，而是中原政权的称呼。中原政权看你像漂浮在海上的一条龙，你就叫琉球；如果看你像海上的一头猪，可能就被称为海猪。而琉球二字在后来的文献中，实际上也经历过各种书写转换，有的称为琉球，有的称为玉字旁的琉球，莫衷一是。而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而言，其实7世纪时琉球指的是不是今天的台湾岛，亦或是冲绳群岛，也没人真的知道。这个模糊的状态直到14世纪才得到改变。当时明帝国刚刚建立，而今天东海的冲绳群岛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在明帝国的官方记录中，正式称之为琉球王国。当时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统一的琉球王国取得了贸易特权，几乎垄断了当时明帝国的海外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海外的商人如果想要与明帝国从事贸易，必须通过琉球王国。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琉球的经济达到空前繁荣。在明朝的官方资料中，也确立了称呼这个政权为琉球的习惯。但你可能会问，等等，琉球王国和台湾有什么关系？没事提琉球王国做什么啊？先别急，等我慢慢说完。因为琉球王国与明帝国的紧密关系，直接影响了中原政权如何称呼台湾岛。当时正逢欧洲大航海时代，大量欧洲的商船与战船来到东亚。同时，日本也开始进入战国时代，大量日本浪人武士向外寻求生存空间，所以大量的浪人成了海贼，骚扰整个东亚沿海乃至于东南亚半岛。中国方面称为倭寇。在这两大脉络下，台湾岛进入明帝国官方的视野当中。帝国官员开始准确知道了福建外海也有座岛屿，而这个岛屿上有欧洲的白人，也有日本的海贼。所以自14世纪末开始，明帝国官方喊台湾为大琉球，然后称今天的冲绳为小琉球，因为台湾岛看起来比较大。但实际上，更可能的情况是，明帝国知道台湾岛与琉球王国距离相近以后，就随便给了名字。但即使如此，明代的状况也不同于我们先前所看到的北宋地图。明朝的冠名有实际的政治意义，因为至此，台湾岛不只在文字上进入明朝官方的文书系统之中，它也确实进入了明人的地图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这张地图，那就是昆宇万国全图。这是天主教传教士 Matteo Ricci 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著的一幅世界地图。这张地图的信息非常之多，不是我在这里随便讲讲能讲完的。之后小弟我打算做一个系列，讲讲地图上的历史，预计就从这张地图开始讲。但在这支影片当中，小弟只讲台湾。我们把镜头拉到今天的东海区。今天的东海在昆宇万国全图中称为大明海。大明海的南边有2部分群岛，一是小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冲绳群岛；另一是大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这份地图上的台湾岛的形状不尽准确，但至少比起北宋那份地图随便画个圆圈好多了。这里的台湾岛已清楚显示是一个东北朝西南有点弧度的岛屿，显示当时中外的地理家大概知道这座岛的形状。再者，相对于大陆的关系方面，这份地图也显示了至少在北京那帮地图师社群中，准确的知道台湾是位于福建外海。所以就这2点而言，比起北宋那份地图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明末时期，明朝人能接触到的有些地图已经画上了台湾岛，但由于明朝从未声称对台湾的主权，在绝大部分的明代文献中仍然没有一个对台湾岛的统一称呼。有些私人著作中仍然称台湾岛为宜州，甚至东番。例如，明代有一位福建士人写过一部关于台湾岛的著作，叫做《东番记》，以东番二词，也就是东边的野蛮人来称呼台湾。然而，到了明末清初，事情发生了剧烈变化，台湾一名开始取代宜州、琉球、东番等等的称呼，成为了官方用词。这就牵涉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问题3：
中国官方文献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使用琉球来称台湾，改用台湾呢？解决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吧：台湾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横的台湾通史曾记录一种说法，说台湾一词其实是漳州、泉州闽南话中埋冤一词的转音，也就是闽南语中的埋湾，因有些雷同于闽南话的台湾、呆湾。联合说，因为很多漳泉人士来到台湾岛以后，不是受疾病而死，就是为天气所虐，不得归，故以埋冤民之，致残也。现在很多人批评连横的这个说法，但如果那些人真的读过他的台湾通史，就知道这根本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因为连横都已经说了，或曰，意思是说有此一说。他从来没说这是定论。除此之外，小弟我认为连横还提及一个重点，那就是台湾这个称呼是随着明末几个漳州、泉州出生的大海贼而逐渐有名的，像是海贼严思齐就是来自于漳州，郑志龙则来自于泉州，他们都讲闽南话。台湾南部的台南安平一带原本称作大园，在有些文献中称为大湾或是台园等等，而这些词其实都来自于本岛南部的西拉雅族语。谁是西拉雅族？当时台湾的南部曾经有一个非常强盛的原住民部落，那就是西拉雅族。外地人来到台湾做生意或寻求一个中转站，都会为了避免与台湾岛上的原住民部落发生冲突，所以他们挑选了一个不直接在台湾岛上的沙洲，但这个沙洲又与台湾本岛有连接，而这个连接就是一条细长的沙洲地带。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地区，就是今天台南安平一带。当时的安平实际上是一大片西湖，由于这几百年来自然的淤沙，如今那片西湖已被填成陆地。但回到400年前，当时还是西湖的安平一带有良好的防御深度，只需要防守连接本岛的那条细长沙洲就好，背部又是海洋，不必烦恼腹背受敌的情况。因此，有大量的外地商人登陆到该处。位于本岛的西拉雅人也注意到那里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往，所以称之为大园，在西拉雅族语中，也就是外来者、异邦人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些是带有点贬义的意思，称呼那块地方都是外族人。当外地人开始与西拉雅人接触以后，可能就询问了那块地区的名字，西拉雅人就用了他们的族语说了大园，于是就被闽南人与荷兰人沿用下来。而这个称呼也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成了台湾。这是在西方第一份关于台湾本岛的地图，制作于17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标记的是 Fort Zealandia， 也就是热兰遮城，而它所在的岛屿名称为台园，也就是中文中的大园或是台园。闽南人也跟着这个西拉雅语的称呼，包含严思齐、郑芝龙以及后来的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还有施琅，他们都是来自于福建漳泉一带。换句话说，这些闽南人所称的台湾，不跟着中原政权所称的宜州或琉球，而是跟着台湾原住民的语言来喊。最终，因为闽南人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地位与影响力，原本只是指今天安平这一小块地方的名字台湾或大园，最终成了整座岛的名字。这个转变也体现在清帝国的官方文书和地图当中。首先，从清朝意识到福建外海有座岛，上面有人打着反清复明的大旗开始，都是透过闽南人的情报系统得知的。所以清帝国打从一开始就称那座岛为台湾，不像之前的中原王朝会称琉球或东番或宜州。顺带一提，我曾经全面介绍过郑成功怎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台湾，你可以在本频道找到那个系列的动画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再者，清帝国在绘制版图时，也毫不犹豫地将闽南人还有西欧传教士对台湾的地理认识纳入了其中，所以不再像清代以前那样对台湾岛的描绘错误百出，清代以后渐趋准确。这幅地图是18世纪出版的《康熙舆图》，可以注意到，当时帝国官方对于台湾西岸的描绘是十分精确的，连海湾的各种地形结构都画出来了。有趣的是，这份地图仅画了台湾西海岸，却没有东部。这并不是因为清帝国没有东部的地理资讯，而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视台湾东部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康熙朝时仅主张台湾西岸的主权，而这个关于台湾主权的暧昧复杂的态度，在后来19世纪引起了不少麻烦。
1870年中日危机，也就是牡丹社事件当中，日军开始找清帝国麻烦。但当时日本又不太敢真的挑衅大清，所以他们选择登陆的台湾岛的位置是清朝没有主张主权的地方。这里我就不多谈牡丹社事件了，有机会我再专门做一期谈谈该事件与地图、清帝国主权之间复杂的关系。总而言之吧，台湾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各种复杂因素交错的结果。最初，大陆政权并不在乎外海的小岛群，所以笼统称之为夷州。到了14世纪，随着明帝国的成立，东海岛屿的重要性逐渐展现出来，所以他们开始给他们命名。大琉球或琉球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然而，自16世纪，随着欧洲商船来到东亚海域，以及日本的海贼横行，东海岛屿的政治及战略价值也逐渐浮现。其巅峰就是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台湾岛开始。但也因为当时控制着东亚海域的中国商人、海贼集团清一色都是闽南人，闽南人习惯称呼那座岛为台湾，所以在清朝时正式取代了原本来自于中原政权的世界观的各种称呼。台湾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中文世界称呼这座岛的正式名称。透过这3个层面的解析，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对于台湾为什么叫台湾有所了解了。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的是真正的台湾人，也就是原住民对于闽南移民以及其他外族人到来的焦虑。但因为闽南殖民者在近代早期中国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个名字透过闽南话成为了全岛的正式名字。换句话说，西拉雅人原本所焦虑的台原，也就是所谓的异邦人之地，最终成为了他们的家乡的名字。整座岛最终被闽南殖民者所盘踞，这实在是有点感伤的历史隐喻。如果各位还算欣赏本频道的制作内容，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更欢迎各位透过 YouTube 或 PayPal 打赏赞助。您的每一份支持都会成为本频道持续成长的动力。更多历史内容，请持续关注历史为史。